李娇，放上去。注意，红灯要亮，不可挡住那个黑色的琉璃眼，千万不可倒放。将军，这小东西真能把人的魂吸进去留影？恩公说了，那叫监控，不叫吸魂，休要胡言。按住侧边的钮说话，松开便能听见。你去账房的瓦顶上趴着，若看到有人进入，立刻。和金山走江河，我是青山河河，为人不忍之我了。洋洋心有负为何，来个呼啸。杨将军，你真能听见吗？这天上可有鬼啊！闭嘴，别一惊一乍的，盯紧了，有动静随时报。三尺妖精随呼吸，四绝险难背行，孑然一身苍茫天地心。怎么回事？巴图他们全折进去了，西仓的火怎么灭得那么快？谢先生，这不能怪老身啊！敖凤瑶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堆会喷白药雾的红罐子，那么大的猛火油，滋啦几下就全给压死了，那是妖法。哼，妖法？齐王殿下不信妖法。如今南蛮那边催得紧，粮仓烧不掉，寒门关就破不了。齐王说了，你必须想办法在饮水里下毒。谢先生使不得呀，那是全城人的命。齐王殿下当初说好了，只要我把布防图递出去，就保我全家老小安全离开寒门关，去京城享福。老身只是怕死，给自己留条活路，真不敢下毒杀全城人啊！寒门关迟早守不住，敖凤瑶必须死。你既然拿了齐王的金子，就没得选。把这包药拿好，若是办不成，你远在京城的孙子明晚就会被扔进虎亭河。将军，老身冤枉啊！昨夜西仓走火，老身拼了老命带人去救，差点被烟熏死。您怎么能怀疑老身是内鬼呢？老身在寒门关待了15年，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冯嬷嬷管西仓10几年了，账目从来没出过岔子。冯嬷嬷，你看看这是什么？老身只是怕死，给自己留条活路，真不敢下毒杀全城人啊！寒门关迟早守不住，敖红瑶必须死。你既然拿了齐王的金子，就没得选。鬼，有鬼！你娶了老身的魂，我的魂在那个盒子里，娶你大爷的魂！你这老东西，吃着寒门关的粮，拿齐王府的金子卖咱们3万人的命！老娘在外面跟南蛮拼命救火，你在里面卖城！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我是被齐王逼的。齐王说寒门关必破，我是为了保住我孙子的命啊！寒门关的将士可以怕死，但绝不能卖城。你怕你的孙子死，所以就让全城百姓替你死。内鬼冯嬷嬷通敌卖城，证据确凿，押入死牢，战后按军法领旨。至于他的家人，若未参与此事，不予牵连。寒门关不靠滥杀立威，只讲铁证。月是一江周秋波，满船青李满仓，你小子绝对在店里藏了见不得人的违禁品。今天老子只要撬开门拍下证据，明天这铺子就得乖乖归我。
现在的角度背光，我屏幕上看不清你那张做贼心虚的脸。李满仓，你大半夜不睡觉，盯着监控看。本来是睡了，但我的监控有人形移动侦测报警功能，你一靠近，我手机就响了。半夜3点带撬棍破坏他人商铺门锁，刘强，你挺专业啊。要不要我现在截个高清图发到咱们整条街的养护业主群里，让大家欣赏一下你的英姿，顺便再拨个110，说有人入室盗窃。你少吓唬我！我就是路过，我的撬棍掉地上了，我捡一下不行吗？路过，监控录像、手机录像、门锁被你划出的痕迹，全都存着云端备份。你想让你爸还有这条街上所有人都看看你这副贼样吗？蠢货！不管是古代的细作还是现代的泼皮，在绝对的监控面前，都得给我乖乖现原形。敖黄瑶，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呢。内鬼冯嬷嬷已经伏法，但寒门关的危机没解，齐王断了我们的粮，城中现有的存粮，哪怕粥也撑不过半个月了。所以呢，你打算让你的兵饿着肚子跟南蛮的冲茶死磕？既然齐王不给，那我就自己去拿。我打算出城断南蛮的粮道。终于开窍了，知道不被动挨打了。想去劫粮？行，我送你一套能把他们底裤都看穿的好东西。这叫高倍军用望远镜，防抖防水带微光夜视。你们那个斥候去探路，只要站在高处，几里地外的苍蝇、是公是女都能看清。千里眼，隔着几条街的墙缝都能看得如此清晰。有了此物，南蛮的伏兵和粮车路线，在我军面前将再无秘密可疑。望远镜只负责找，这包里的东西负责打。阵地神光，大功率探照灯，外加便携移动电源，亮度是手电筒的几10倍，一照过去，别说人瞎，马都能吓疯。夜里劫粮是混战，别嫌麻烦。反光贴贴在自己人的肩上，探照灯一扫就能认出来。今晚贴红边，明晚贴蓝边，暗号日日更换。你那边刚查出内鬼，防人之心不可无。掌柜，你说话越来越像我军中的军师了。军师收费更贵，我是开玩笑的。你怎么每次都当真？赶紧走，别影响我算账。设备坏了照价赔偿。等我回来，还你设备，劫你粮草。小桃看见了喵，是南蛮的运粮车，一共12辆，护粮兵大约30个，后方还有10名骑兵殿后，距离伏击圈还有5里喵。继续盯着，放他们禁锢。快点儿，前线等粮！谁误了公主的大事，我扒了他的皮！动手！我的眼睛，我看不见了！
速降生了！我是情人开灯！开杀！兄弟们，能够仙灵，给老娘把这些下了烟的蛮子全躲了！镇北军在此，弃窃者不杀，只毁兵刃，不抢百姓，粮草全数带走。将军，咱们带人把他们的粮给抢了，这回咱们西仓能多撑好些日子了。那些探照灯简直是神器啊，蛮子连刀都没拔出来就全瞎了。小桃带路，连夜把粮草运回关内，探照灯收好，切记不可磕碰。这边喵，跟小桃走。老将军威武！恩公显灵啊，咱们有粮了！将军，京城来旨了！圣旨？齐王的动作这么快？念：奉天承运，女皇诏曰：镇北将军敖凤瑶私用不明异星妖物蛊惑军民，着即刻交出妖物，卸去军权，单人回京受审。若有违抗，按叛国谋逆罪论处，诛9族。放屁！咱们刚拿命抢回来粮食，刚守住城，他们不发军饷，不发粮草，现在反而要将军回京受禅。齐王这是要逼死咱们啊！将军不能回，这明摆着是齐王设下的陷阱。您一旦离开寒门关，交出兵权，到了京城就是任他们宰割的羔羊。他们要的不是审判，是要您的命啊！我这破店做生意，向来钱货两清，不做慈善。李娇，传我将令，全军戒严，死守寒门关。那圣旨呢？我亲自去会会新廷。大半夜的，你穿身单衣跑过来干什么？粮草不是抢回来了吗？怎么打了胜仗还要搞微服私访？掌柜，这块玉佩叫镇北星鳞，是我敖家祖传之物，也是先帝御赐的免死金牌。但在如今的新廷，它大概只能换些银两了。你留着，算是结清我以后所有的货款。你什么意思？交代后事？新廷连下12道急急如律令的诏书，齐王以我私用异星妖物蛊惑军民为由，逼女皇下旨，命我即刻交出所有神物，卸去兵权，单人回京受审。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你们那儿的权臣玩得挺溜啊！怎么，粮草刚抢回来，危机刚解，南蛮还没彻底退兵，就开始窝里斗了？齐王这招阳谋极毒，我若不回，便是抗旨不遵。寒门关3万将士来犯，明肉必心。所以，我别无选择，我不能让寒门关的兄弟背上叛国的罪名，更不能连累你。通道的秘密绝不能泄露。你给我的那些神物，我已经命李娇趁夜连符术深埋地下。明日清晨，我便单骑回京赴死。就算齐王在刑场上将我千刀万剐，
我也绝不吐露这堵墙半个字。你脑子是不是有坑？进水了还是被门夹了？去送死还觉得自己挺伟大是不是？你以为你死了，齐王就会放过寒门关？你以为你埋了神物，他们就找不到蛛丝马迹？你信不信？你前脚刚死在刑场上，后脚齐王的内应就会大开城门。南蛮的体系就能把寒门关踏平，把你手下那些兄弟全剁了喂狗。到时候谁来证明你的清白？那我能怎么办？我不回去就是抗旨，赤旗军几代人的忠义之名就会毁于一旦。打官司靠的是证据，不是头铁。他们骂你是妖人，你就拿证据砸烂他们的嘴。皇帝不是要审你吗？好啊，你回去，让他们在朝堂上审个明白。证据，我有冯嬷嬷通敌的口供，有截获的齐王府密信，可是那是在你的监控审板里。新庭之上，只要我拿出那个发光的板子，齐王就会立刻咬定那是妖物，当场将我格杀。他们根本不会看里面的内容。谁说我要让你带平板电脑去了？不带审板，那虚影和声音如何能在新庭上重现？在古代朝堂上，口说无凭，甚至奇形怪状的食物都能被污蔑为妖物。他们只认一样东西，白纸黑字的铁证。过来，看好了，老子今天教教你什么叫现代办公文印的震撼！这是何等法术？这画师的速度，竟在一夕之间画出了如此逼真之作。这叫激光打印机。这世上能堵住悠悠众口的，除了刀子，就是让所有人都看到真相。他们不是讲妖物吗？你跟他们讲证据，他们讲罪名，你跟他们讲寒门关的百姓。带上这玩意儿回京。齐王要是敢在朝堂上放一个屁，你就把这几十页纸狠狠拍在他那张老脸上。把你的石头拿好，寒门关不能没你，我这破店的长期饭瓢也不能断。我给你一个100分带回去，在朝堂上人手发一份。李满仓，若我能赢下朝堂，少废话，活着回来记得结清打印费，一张 A4 纸1块钱，100份就是1000块，量大不打折。日子将手球不满船寂寞压星河，但有也绝无任何悲歌。小动作静看山色，无问又唱歌，所以战如雨。陛下，敖凤瑶身为镇北主将，不仅私自与地外妖人勾结，引妖光入城，更抗旨不遵。陛下召他带妖物回京受审，他竟两手空空，单人独骑而返。这是视新廷发法于无物，更有谋逆之嫌。臣请陛下即刻将其拿下，打入天牢。交出妖物，说清来历。是来历。敖氏一族莫非要拥兵自重，割据寒门关？臣没有带回什么妖物，因为护佑寒南关的是神物，而臣今日带回来的是比神物更要紧的东西。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除了妖术，你还能带回什么？三尺妖情随呼吸，四绝险难背。臣带回的是齐王赵青鸾克扣军需，通敌叛国，意图葬送寒南关3万将士与百姓的铁证。这是何等材质的纸张？
竟如此平房水白，不见半点草木杂质。这字迹如刀劈斧凿，每一个字的大小、间距竟分毫不差，这绝不是人手能写出来的，这是天书！天哪，这画师是谁？竟连人的汗毛都能画出！你们看，这地上所有的纸，上面的人像和字迹竟完全一模一样啊！哪怕是100个宫廷画师不眠不休画上1年，也绝不可能做到如此一致。伪造，这是伪造的！陛下，这纸张妖异，字迹诡异，画像更是闻所未闻。这分明是敖黄瑶用妖术变出来的伪证，意在构陷本王。伪造！齐王殿下，这天书上的字句详细记录了西仓15个粮库的精确存粮数目，以及你齐王府私吞的3000担火油的暗账。这些账目只有你和死去的冯嬷嬷知道。若是我凭空伪造，这账目怎么会对得严丝合缝？你断我粮草，我便去劫南蛮的粮道；你放火烧仓，我便用神物灭火；你派人在城中凿谣妖物，我就让全城百姓自己站出来指认恩公。齐王，你卖国求荣，今日在这铁证面前还敢狡辩！齐王赵青鸾，你还有何话可说？来人，褫夺赵青鸾齐王爵位，即刻押入天牢，交由大理寺3司会诊。齐王府即刻查抄，所有军需账册全书封存。敖黄瑶，臣在。寒门关之危未解，朕入你无罪。这妖物一说，纯属齐王构陷。朕赐你临机决断之权，寒门关一切军政要务，无需事事奏报。朕只要你守住北疆。臣领旨谢恩，定不负陛下重托。寒门关800里急报！南蛮公主五朵发疯，集结3万铁骑，提前发动总攻。寒门关危在旦夕，请求兴廷速发援兵。敖黄瑶，援军筹备尚需3日，你现在回去不过是多一句师苦。臣不用援兵，臣这就回去，用神物把南蛮的铁骑全部埋在函关外。天既亮，草双凉，就算是古代的马车慢，在朝堂上吵个架也该吵完了吧？难道真被皇帝老儿咔嚓了？早知道就不该让他一个人去。古代那帮玩政治的，心都脏。怎么被满门抄检了，跑我这儿来避难了？赢了，李满仓，我们赢了！你的天书铁证在新廷上震慑了百官，齐王百口莫辩，当场瘫软，已经被女皇褫夺爵位，押入天牢了。女皇还赐了我临机决断之权，寒门关彻底干净了。我就说吧，对付流氓就得用比他更硬的铁锤砸他的脸。既然赢了，你慌里慌张的跑回来干嘛？背后有狗追你？朝廷的危机解了，但寒门关的死劫来了。齐王倒台的消息走漏，南蛮公主五朵彻底急眼了。她集结了南蛮全部的3万铁骑，提前发动了总攻。我接到800里急报时，她已经兵临城下了。3万铁骑
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夜袭死士，你那城门就算绑满了扎带和驱轮带，也扛不住3万人轮番撞。我知道，所以这次我不想再死守了。我要打出去。吴朵之所以敢倾巢而出，就是算准了我们兵力不足，只能龟缩防守。只要我能提前看清他伏兵的位置，看清他3万大军的阵型弱点，我就能带赤旗军从最薄弱的地方撕开他的喉咙。你想看清他的3万大军，想把整个战场尽收眼底。对，只要有高处的视野。望远镜只能看直线，还会被山头挡住。今天本掌柜大出血，借你一样我店里最贵的镇店之宝。有了它，别说看清南蛮的阵型，你就算想看吴朵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底裤都没问题。这是何物？像是某种肆意的铁鸟。这叫无人机，天上飞的。天上飞的，它能带人飞上天？唉，带人飞上天的那叫直升机，我这破店卖不起。这叫无人机，意思是上面不坐人，但它的这只眼睛飞到云层上面，你在这边看着手柄上的屏幕，就等于你亲自站在了9天之上，俯瞰整个战场。这就是你的天地视角。月西江舟秋波，漫船惊梦压星河，但有也却无人和悲歌。小动作静看山色，不问有长歌。左边摇杆管上下，右边摇杆管前后左右。你是武将，反应速度和手眼协调能力绝对没问题。来，试着推下左边。我知青山壮河乐，父亲为人故人之飞起来了，真的自己飞起来了！别看飞机，看屏幕。神迹，李满仓，这真的是神迹！有了此物，南蛮3万大军在我眼中，便是一群在泥潭里爬行的蝼蚁。这上面带红外夜视和热成像功能，就算今晚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只要他们是活人，散发着热气，在这屏幕上就是一个个白亮的光点。听好了，这玩意儿娇贵得很，怕水怕砸怕摔，电池能飞半个时辰，没电了就会自动返航，你记得及时换电池。掌柜，若今夜大捷，这条命就是你的。别整这些虚的，这飞机大几万块钱呢，摔了你照价赔偿，赶紧滚回去打仗。西线阔阔与君看，不遇到明年往昔。大几万，这单生意亏大了。回来。将军回来了！齐王已然下狱，兴廷不再撤备，但吴朵那疯女人想趁着我们没有援兵，一口吞了咱们。过去我们没粮没光，只能死守，但今夜本将带回了天眼灵渊，今夜我们不守了，开城门应战。将军，不可啊！外面黑灯瞎火，咱们这点兵力冲出去，连南蛮的马蹄子都摸不到，就全得被踩成泥。探照灯组准备，把最大的几盏探照灯全给我架在城墙最高处，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灯。是。
天上飞的妖不神物。五朵，你的底牌我看光了。这就是天地视角。李交听令，南蛮并没有将3万人全部押上。东侧山脊后藏着5000骑兵，西侧枯林里藏着3000弓箭手。他们的中路看似声势浩大，实则是用来引诱我们出城的诱饵。娘哎，若不是将军有天眼，咱们就这么冲出去，肯定被他们包了饺子。将军，咱们怎么打？恩公给的钢丝绳和蟹扣布置的如何了？将军放心，200条小拇指粗的钢丝绳全用那什么绳夹死死锁在城外的拴马桩和巨石上了。只要蛮子的马敢冲，腿都给他们削断。全军听令，所有步兵反光背心穿好，头灯待命。探照灯组双手放在开关上。今夜我要5朵的3万大军有来无回，开城门。公主，寒门关的城门开了！敖黄瑶这是知道齐王倒台，兴廷要拿他问罪，自暴自弃出来送死了吗？公主，他们那点残兵败兵，这大黑天的冲出来，都不用咱们动手，马蹄子就能把他们踩成肉泥。传令，左右2翼伏兵不动，等他们出城一半，直接包抄。中军重骑兵给我直接撵过去，生擒敖黄瑶者，赏千金，封万户侯。杀！探照灯组，开灯！钢丝绳网，起！有东西，地上有东西！什么妖光？又是妖物！撤！快撤！撤！你问过本将的刀了吗？赤旗军，头灯全开，杀！兄弟们，恩公先礼！谁把我们这假真心的板子全锁了？你这妖女，你没有妖光，你算什么名将？若堂堂正正一战，你绝不是我的对手。五朵，你输了。我用的不是妖光，这叫科技，这叫降维打击。掌柜的，我该去给你换电池了。
这是把五朵公主的王帐搬空了吧？老李，你上次说是祖传的，这次这3箱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挖到外星飞船了？你就说能不能走正规回收？能，但我得走特殊贵金属通道，不是普通回收流程。合同要改，税费不一样，资金从境外离岸账户走，安全第一，对吧？签字，转账。老刘，你这是干什么？满仓不是把这2个月的租金都交齐了吗？张姐，这不关你的事儿，我是收了租，但我现在遇到点急事儿，这栋楼我不打算租了，我要卖。李满仓，别在里面装死，赶紧滚出来！合同还有大半年才到期。老刘，你要卖楼是你的事，买卖不破租赁，这点法律常识你没有吗？满仓，叔也是没办法，这楼我已经跟别人谈好价钱了，人家下午就要来收楼清场。这是3个月的违约金，算叔赔你的，你今天必须搬走。李满仓，听见没有？给脸不要脸是吧？这栋楼我老板已经看上了，你这破店里面的垃圾，今天要是自己不搬，我就让这几个兄弟帮你扔到大街上去。刘强，你是不是觉得傍上个什么老板，自己就成个人物了？你大半夜拿着撬棍在我门口转悠的时候，可没现在这么威风。你少放屁！老子什么时候半夜拿撬棍了？你别在这拖延时间，兄弟们，进去给他清货，砸坏了算我的。我看谁敢动！刘强，既然你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让你在这个街道彻底混不下去。我就是路过，我的棍子掉地上了，我捡一下不行吗？什么情况？好你个刘强，你天天在街上收什么保护费装大爷，背地里居然干这种偷鸡摸狗、撬门溜锁的下三滥勾当，真是个贼呀！大半夜带撬棍，这是要入室抢劫吧？不是这样的，这视频是合成的，李满仓你阴我！监控元件在公安系统的云端备份里，随时可以做技术鉴定。刘强，寻衅滋事加上入室盗窃未遂，这几条够你在局子里蹲上大半年的了。你要是现在带着你的人滚，我心情好，或许还能晚几天报警。算你狠，李满仓你行，但你别得意，老刘这房子已经卖了，你今天照样得滚蛋！满仓，一码归一码，刘强的事我不掺和，但这房子我今天必须收回，中介马上就带着全款合同过来了，你别让我难做。哎呦，赵经理，您可算来了！您说的那位要全款买下我这栋楼的大老板呢？我这正清场呢，马上就能交接。李总，按照您的吩咐，这栋楼的整体产权买卖合同已经拟好了，老刘那边的银行贷款我们已经替他掌上平账结清，剩余的购房全款也已经打入第三方监管账户。只要您现在签个字，这栋3层连铺带楼的产权就彻底过户到您名下了。赵经理，你说什么？那个要出2000万全款买楼的大老板是满仓？纠正一下，是李总。老刘，你不是说要卖楼吗？我买了，全款。现在这栋楼姓李。春秋转
我的店，我的楼，带着你的人，还有地上的违约金，3秒钟之内从我的地盘上滚！古代的恶霸你来收拾，现代的泼流我来解决。咱们这买卖干得挺痛快。欢迎光临，螺丝厅在左边第3排，水管配件在最里面，谢绝还价。哟，稀客，今天怎么没穿你那身破铜烂铁，微服私访？仗打完了，自然不用穿甲。南蛮退了，清廷那边没再找你麻事吧？退了，吴朵被押送入京，南蛮王庭送来了降书，承诺100年内不踏入寒门关半步。至于齐王，他私吞军饷、通敌卖国的罪证确凿，3日后午门问斩。女皇问我，那些在战场上呼风唤雨的神物，到底出自哪位高人之手？你怎么说的？我说是一位隐世不出的仙人，脾气很臭，死要钱嘴巴比他的铁器还要硬，但心却比星云皇下旨。举封这道星渊裂缝为圣地，派赤旗军最精锐的死士日夜把守，任何人不得擅入。算你有点良心，你要是敢把我的名字报上去，我今天就把这墙给拆了。几个意思？你上次送来的那些金银财宝，已经够买下我这个店的1万倍了。我这人有原则，不该赚的钱不赚。这不是货款，这是性命。寒门关的命，赤旗军的清白，都是你给的。救下那2座城的，从来不是冷冰冰的五金剑，而是你这个愿意把光递给我的人。这块玉你收着，通道只要还在1天，不管未来发生什么，若你在你这方世界遇到跨不过去的坎儿，凭此玉，我敖黄瑶必率赤旗军3万铁骑跨界来援。法治社会，谁用得着你们骑着马提着刀来打群架？行吧，我先替你保管着，就当是押金了。天阶亮，草霜凉，弦上心音为谁断？南山不觉以后没仗打了，还来吗？来，你这神物的电池总得没有人换，而且你这儿的泡面确实比寒门关的清粥好喝。行，只要你带着尾款来，我这破店永远给你留着一盏灯，我会一直在。途雨流，边缘一往情，问交会之音，皆为